大家好，这里是科技 Freestyle。科技 Freestyle 是一个没有在跟你正经八百聊科技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莱恩，小达，Justin。本周的主题是护国神山与造山者。护国神山跟造山者，护国神山，护国神山，造山者。你们有没有看过最近新的电影《造山者》？还没啊。听到很多人看，人都推。造山者它其实就是在讲台湾在制造晶片的这个历程的一部纪录片。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们科技 freestyle 的内容有关系嘛，所以我就跑去看了，结果全部都是工程师啊！我知道为什么听到很多人，因为很像很多竹科的公司包场，对，然后他们有公关票，对，他们可能让就是大家的家属都拿去看。但为什么你去看都是长辈？可能因为我上班时间去吧，还是我翻译一下，意思说跟你一样闲的人啊，对，都是都只有白天可以上班时间去看的人，还是他在描述的故事是那个70还是60年代？对，就是70年代跟80年代的故事，就是半导体晶片的记录。对，台湾那时候嘛，半导体台湾开始做半导体这件事情的时候，的那个故事。莱恩，你错过了。错过什么？你错过了一堆干爹啊！对，搞不好他们都是那个身价上数亿的，全部可能都是第一批人。你应该在那个时候去递名片。OK， 对，你错过了一堆干爹，没关系，我再去看多看几次。对，但是因为这部片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好讲，因为它其实就是记录嘛，虽然说是真的很感动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哇。当时的人都好爱国，那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氛围。对，没错。他是在讲哪一段故事？就是他其实就在讲说，台湾是怎么样决定去做这个芯片这个产业的，晶片半导体这一块，半导体这个产业的。我们等一下会穿插，只跟各位讲为什么要穿插呢？因为为了让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内容我们会加上另外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要《芯片战争》这本书。晶片战争，你这一集很厉害哦！芯片战争，对，有国外的人来看台湾的晶片业、半导体产业。对。跟就《晶片战争》这本书嘛，对，然后还有台湾自己的造山者是谁拍的？造山者是一个台湾导演，是台湾人拍的，对，台湾导演拍的，然后是一个纪录片，萧菊珍，对，然后大部分我看也都是这些科技厂去出钱去拍的啦，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样都蛮有意义的，因为它其实提供了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像我们之前在看晶片战争的时候，他其实都在用一个什么全局视角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就是中国方什么，美国方什么，台湾方什么，日本方什么，然后所以他的比较像上帝视角。但是你去看《造山者》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是纯粹从台湾视角，台湾的角度去出发一部电影。所以台湾的这个导演他用台湾人的角度看半导体这个产业怎么进到台湾的，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个导演他本身是对科技完全不认识的啊，对，他自身是科技麻瓜，我觉得蛮厉害的。对他，因为其实科技的东西我们平常看很多，这部电影给我更多的想法，其实就是说，它其实有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那个互动情感的互动，就是还蛮不错的这样子。对，那我是。可以先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子。既然要讲这个题目呢，我们就要从1950年代开始回到这么久，要回到晶片诞生的这个开端。OK， 在哪边？什么时候？1950，你刚刚讲的什么地方？对，1950年大概就是民国，其实就是30-40年，39年、40年那个。二战结束之后，对，这大概是爸妈出生那个年代，二战呢，婴儿潮呢，那大家爸妈不是同一个人，对，所以对，应该差不多。你爸妈是清朝来的，婴儿潮没错，对了，其实就是战后婴儿潮之后，应该是说那个时候呢，大家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可能我们在前面的24世纪大战的时候，我们比的是什么制造能力，对不对？那些这些制造能力可能有很多关键技术，例如材料科学，例如说这个什么电子学，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很成熟了。好，那尤其是美国是最强的嘛，所以呢，这个时候晶片也理所当然就诞生在这时候的1947年的美国，它是从一个很著名的地方叫贝尔实验室里面出来的。这个很有名哦。对。
贝尔实验室呢，除了发明芯片之外，好像他发明了第一支行动电话，他发明了很多近代很重要的一些发明，都是从那边出来的。我帮你查到了。OK。1947年电晶体还有行动电话的技术，然后到1954年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我们现在在做太阳能的，那时候70、8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OK， 好，然后再来雷射，对，雷射也是对，然后60年代开始就有这种什么 CPU 啊，或者是微控制器啊这些，全部都是哦 ，CPU 也是哦。对，到近代就有什么，就比较偏软体这种 C 语言啊。Unix 的作业系统啊，我觉得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研发，后来可能变成是转成公司啊。哇，因为这个都我们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在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对啊，对，没错，而且诞生了9位诺贝尔得主。好，所以呢，这个发明晶体管的人叫做威廉肖克莱。发明了之后，平常讲他也不知道要拿这个东西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使用情境，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好，那就来做一些，可能就是做一些军方的报案好了。那时候就有8个年轻人就跟随他一起出来，想要去做这个更深化这个半导体的技术。这8个人呢，就是后来肖克莱这个人脾气非常的差，然后所以呢，这8个人呢，也就是俗称8草莓。叛徒了，什么时候变8草莓了？没有啦，因为骂不得，因为骂不得，因为他的不能被骂，对，可能就是不能被骂嘛，对不对？然后集体叛逃，对。这几个人真的就背叛老师，自己出去开一间公司。哦，是哦，对，所以8个对干老师一个，就各自老师就会教书。反正他们8个人学成之后，就出去集体出走了，对，就出去创办了一间叫做仙童半导体。这很有名。仙童半导体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硅谷的源头，矽谷啊，矽谷的源头，然后从里面出来的企业像是 Intel， 就是最有名的，因为后面的分支在8个草莓族里面，就有一个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科特摩尔，就发明摩尔定律的这个人，对。然后反正这8个叛徒其实他们都自己创业之后，就把这个聚落称之为矽谷，对，因为因为他们都开在那个地方嘛，对，那这也就是矽谷的这个来源。然后所以你就会知道说，真的是8叛徒。老师把技术交给你们之后，你们全部变成亿万富翁，然后就你不觉得这跟 Transformer 很像吗？对，就是 Google 把东西发明出来之后，全部8个人跑掉了，对啊，那个也被称为现代的8叛徒。OK， 好，然后再从 OpenAI 再叛逃出去嘛。对，好，总之演变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就慢慢的去知道说晶片这种东西要用来做什么。那其实最一开始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例如说我们上太空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飞行电脑。航行电脑，以前是用什么？以前是用电路板。电路板大家一定有看过嘛？就是你把就绿色的密密麻麻那个，对，那个东西呢，它其实你在上面焊一些电阻啊，然后就长得很像海苔的那个东西，对，那个不像海苔。那它其实就是缩小了的电路板，只是之后它把它做到很小很小，然后让它的功耗很低，让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它是先上太空的原因。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在上太空的时候，你不能载太重的东西，它大幅度的减低了那个体积跟重量。对，因为火箭呢，它的载重有限，所以如果我的这个航行电脑，看我都超级重的话，那我可能火箭就飞不上去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用最先进的这个晶片的技术来去制作飞行电脑。我觉得我可以帮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随便一台电脑，或者是说很强大的运算就浓缩在我们的手机里面。但是早期这种所谓的超级电脑，现在的超级电脑基本上你看到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厂的那种大小，但是以前的超级电脑大概就是所谓的那种教室，一个教室的大小。那这种大小你不太可能说直接搬上火箭，所以他当时的这个技术对，没错，对，所以这个技术对于当时在太空的建设当中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莱恩，你看比较多电影，记不记得之前是不是有一部叫做奥本
海默，对，他是在讲那个二战的时候，他是在讲曼哈顿计划，对，发明那个原子弹，他是不是跟这是差不多时期？因为记得那时候的上太空跟没有啊，那个是二战前，那是二战前，没有，不是二战前啦，那个是在二战时期，那个差不多是1941年、42年，原子弹发明出来就终结了二战嘛。对，所以它是在1940年代，然后后面才有这个半导体对晶片，所以它又在更早以前哦，更早以前 ，OK，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冷战了，好，所以你说上太空，其实是因为太空竞赛啊，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导弹。那个时候我们世界上有很多核子武器，人人都做得出原子弹，对，尤其是苏联有最多，对，然后美国就知道美国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行苏联核子武器比我多，那我们这样如果一直互炸的话，那是不是我的核子武器炸完了，他们还有，对不对？那不行啊，所以美国就觉得说，我们要用精准度来去弥补我们数量的不足，所以美国就希望可以再去研发比较性能比较好的晶片，对，来达到我们在飞弹导航的时候精准度有一个比较好的精准度。对，这个也是美国它从一开始它就大力发展晶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为了国防啊。就讲到冷战嘛，其实那个时候呢，苏联在美国做出这种晶片这种东西之后呢，苏联其实没有过几年也做出来了，因为原本苏联跟美国是很好，后来冷战开始互抄，对，互抄，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他们原本都是一起研究嘛，他不是跟俄国人一起研究，不是啊，就是俄国他这边，因为他第一时间有得到美国的资讯，该不会是8叛徒里面的其中几个吗？这个可能要再去研究这个历史了。但是二战那个时候，原本苏联跟美国就彼此有很多这种冷战那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间谍，对，就是当时其实有很多学生，他本身就是间谍，对，就是可能在这个老师在教晶片的这个原理的时候，下面就有一个学生是拿那个微缩摄影机，拍，然后拍完之后就把它寄回去俄罗斯那个 KGB， 然后苏联对。然后以至于呢，那时候其实美国出一个东西出来没多久，苏联这边就有一个模仿的版本，但是比较不一样，可能就是什么，苏联他们比较没有那么重视良率这个问题，对，做得出来就可以了。就以这个苏联的当时的这个体量来讲，他们其实很喜欢做那种什么大建设，就什么东西都要比大。好像有一颗氢弹，它也是叫撒谎炸弹，他们就喜欢用国王命名的，他们就是要最大的啊，最大的，就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对他们就是要大的就是正义，所以他们在做这个半导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开始就画了一个半导体城，他们是希望说把那个城市全部变成一个半导体的重镇，就变矽谷，对，苏联的矽谷，对，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让他们的科学家有太多的发挥的空间。其实那个时候苏联它是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对，跟美国是相当的，物理化学这些很多科学家都是苏联的，对，他们也得了很多诺贝尔奖，但是就是因为什么，他没有走到商业化这一步。因为你想想看，他这个东西他只运用于国防工业，就不够普及。你是为了轰炸别人研发的，应该是说我今天做这个晶片出来，我只要是100个里面我2个成功，我可以装在我的飞弹里面就够用了，我可以装到我太空梭里面就够用了，对，他不会去想到说我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要有经济价值，对，所以就变成说他就只能够靠模仿美国，然后用比较低的良率勉强的去赶上美国的这个技术，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健康的循环，他没有办法自己产生商业的行为然后去赚钱，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发展起来。因为像是美国，他就比较像是说我这8个草莓族里面，对不对？他们可能出来公司会有一些互相竞争啊，他们走入企业，走入产业，对，他们不再只是服务五角大厦而已，对，他们就要对市场负责，然后因为这样子，它其实就比苏联的这个晶片产业要健康很多，对，它就可以做到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程度，所以苏联那个时候其实它也技术也很先进，但是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刚刚用那个 GPT 查了一下，它现在好像也还有一座，它现在最先进的晶圆厂是
停留在120奈米还是180奈米120奈米，对，180奈米，就等于说它那个这个产业已经没有了。那要不要联络一下台积电？没有，他们也是要靠台积电的、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些先进的东西要靠台积电。对。接下来我们就到了1960年，这时候回到德州仪器。德州仪器发明的这个晶体电路，然后呢，他就直接就提供给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里面的这个电脑，所以来提供算力。所以基体电路那时候在德州仪器出来之后，其实它有服务到那时候第一个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那其实其实航太工业一直都有在用晶片。对，那只是说，因为阿波罗计划那个时候已经要登月了。那个时候对于这种东西要求又更高。我之前看那个什么登月的纪录片，我没想到原来那个登月小艇啊，它那个座舱，它座舱其实只有跟那个我们铝罐差不多厚，它的座舱厚度只是跟铝罐差不多厚而已，你就会知道说那个要轻量化到什么程度。所以一样，他们这边就是为了要极致的轻量化，所以基体电路这种东西就越做越小，越做越强，能力越强。对，这个就是他们对他们的基本的要求。同时呢，1960年代，摩尔这个人就是八草莓之一，这个摩尔对，他是八草莓之一啊。但是摩尔是八草莓之一，八草莓之一，但是现在很红但是他已经过世了。我知道他很红啊，因为他被推翻了对，这几年大家讨论摩尔定律。不好用了，对，现在变成那个嘛 ，J-Sus 嘛，J-Sus 定律 ，J 定律，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了一个很惊人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摩尔定律，就是晶片的面积每18个月会缩小一倍，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近代。这2年了，这两年，我不知道这2年还有没有，好像还是差不多通用吧。如果以硬体来说的话，基本上还是有在这个状况里面，但是如果以发展来说，已经没办法再用这个定律去看它了。它每18个月，你同样的效能的晶片，它体积面积会缩小1倍吧？对吧？这就是我们学到大的摩尔定律。对。那这时候第一间被我们熟知的公司就出场了，就是 Intel。1986年，他就开始在做记忆体跟处理器。那时候 Intel 是有做记忆体的哦。所以半导体出来之后 ，Intel 就搭着这个摩尔定律的一个趋势。那他那时候应该也没有其他竞争者吧，然后所以他什么都做嘛，记忆体也做，处理器也做。对。然后在1968年这个时间，基本上就他的天下。对。所以他也红了50年呢。他从60年代开始，他就是一个独霸武林的一个状态。对啊，他到如果说最近他才开始凋零也红了50-60年。对，其实是蛮久的。红了50-60年，因为他出来之后，他其实就有很多订单了。然后70年代之后呢，日本人开始进来，日本人开始做晶片。那时候日本政府大力的去扶植晶片产业。为什么政府有办法去大力扶植晶片产业呢？因为那个时候日本利率其实很高哦，就是你借钱其实还是一个利率很高的状态。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储蓄率很高，所以政府其实是有很多钱可以投资的。日本政府其实那时候也看好晶片。我必须老实讲，就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像是 NEC 啊，像是富士啊，他们就开始做这个记忆体的晶片。其实早在1953年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说 Intel 都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有一间公司 Sony，他就已经看到这个东西的前景了。所以 Sony 那时候其实就直接飞到美国去，去跟很多厂商去谈所谓的技术的授权制造。授权制造，你给我图纸让我去制造这个东西，我去帮你打亚洲市场。那美国人呢 OK 啊，因为你亚洲人好用啊。对啊，你工时高，工时长，又会帮我赚钱，薪水又低。对啊，薪水又低，然后 CP 值很高，所以日本一做之后就一炮而红，一飞冲天。所以其实日本是比我们台湾还早发展半导体产业。对，他在70年代就开始。那我们台湾其实是到70年代中期，我们才开始研究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日本就开始在做所谓的 DRAM，
态。日本那时候他还没有能力去做 CPU， 因为他们谈的技术授权就是什么，就是你日本做低端的晶片，我美国做高端的晶片，所以那个时候高端的晶片也都是在 Intel 的手里这样子。怎么讲到这里，先拉回到现在，觉得很爽。我们台湾做高端的晶片，你们其他做低端的晶片。现在是这样子，没错。那个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Intel 那个时候呢，它其实记忆体的业绩一年一年下滑。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日本了，因为日本的东西又便宜又好用啊，规格又精准，效能又好啊，所以美国的日本人做事情又龟毛啊，美国的货就没有市场了。对，美国货就没有市场，对，贵，所以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在商业史上很重要的一段对话。Intel CEO Andy Grove， 对，他就问他的同事说，如果公司现在另外请一个 CEO 来，他会做什么事情？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讲说，他应该会把记忆体的业务卖掉。对，然后那个格罗夫就说，自己做就好了。那我们就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吧。他于是的话 ，Intel 的记忆体的业务就是卖掉。果然，这个卖掉这个决定是超级正确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跟日本的这些厂商去竞争低润的这个市场。所以卖掉之后 ，Intel 就真的就是又更上一层楼。他就专心做他的什么CPU。对 CPU 那个时候就是 CPU 的时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Pentium 的处理器没有，还要更早。Pentium 应该是那时候 Pentium 还没，那个时候1971年，反正那时候已经有 Intel 的 CPU 了。在这个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DRAM做的风风火火的同时，台湾有一间早餐店，台湾的早餐店有几个人在坐在那边开会，很多新闻在报道的时候，他会随便去找一间早餐店。当时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在孙运璇，然后什么李国鼎，就是在这边开会，决定说我们要派人去做晶片，去美国拿一些晶片的技术回来，去学习呀，对，但是出国深造，对，他们都是把那个某一间早餐店认成就当时那间早餐店，因为他们当时只知道说有一间叫做新兴早餐店，对，新兴豆浆店，他记者就去那边，大概类似位置的一间豆浆店，然后就说是这里。就这里，当时他们在这边开会，他们在这里讨论的，对，才会有现在竹科半导体整个产业出现。然后结果《造山者》那部电影，他就真的他就很认真的去找到底是在哪里。小星星豆浆店，对，是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起源。对，小星星豆浆店到底是哪一间？对，结果人家早就拆掉，不知道多久了。他那个其实不是早餐店他那个其实是什么？他那其实很像是以前我们说那个党国一体嘛，其实好像是一个什么国民党退辅会的一个地方，所以根本没有豆浆店，没有豆浆店，是那个厨师很会做豆浆，结果是一个私厨的。对，但是他们事实上可能在军中或者是在官邸里面去聊台湾半导体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像退辅会那种，就会有很多党的人在那边，然后那个的确这个比较像私厨。对，专门做豆浆的私厨。对，但是我问一下，他在电影里面就是赵三者，他有去找这间豆浆店，那个地址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会有新兴豆浆店这些东西？是有人的回忆录里面有写，大概就跟比较不好考证，可能也跟现在永和豆浆一样，就是当时到处都是这种早餐店，可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查到说，小星星豆浆店这是在台北市南洋街，这个其实是虚构，它是在南洋街。但是真的有这间早餐店？不是，是一个那个党会馆机构，党会馆，所以根本就位置是对的，只是它不是豆浆店。对啊，就是南洋街，但是南洋街的那个地址跟现在的分配方式也不一样。所以他们花了很大力气，他们去找那个户政事务所啊，就是他们终于找到原来这间早餐店根本不存在，毕竟人家行政院长嘛，你怎么会叫他？怎么可能真的在早餐店？对啊，那个比较像私人招待所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吃早餐，吃的很好吃的早餐，很好吃的豆浆，很好吃的烧饼油条，他们就在那边讨论。OK。然后当时有7个人，他们就在那里决定了，就是我们要派一些年轻人，
去把美国的这个技术把它学回来，就是我们现在机体电路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计划期间呢、在那个时候，对，所以这个是已经从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晶片战争里面，刚好在1970年的这段时间跟这个造山者的时间点就接上了。主要就是这个有个旅美科学家叫潘文渊，当时的院长孙权就请他去做了一份计划，就问他说：“那这样子要多少钱？”他那时候就说要1000万美金。哇哦，当时的1000万呢，很大呢。1970年代的1000万，这个1000万美金其实是他们就去找了RCA 来去谈这个所谓技术的授权。那时候授权费就是1000万美金。美国无线电公司 RCA， 对，美国无线电公司。哇，那时候的薪资可能还是几百块。没有，那时候的大概70年代大概只有几千块而已。1976年台湾的 GDP 是189亿美元，所以它是等于2/1000的国民生产毛额。等同于，如果你要把它换成现在2/1000生产毛额的话，是500亿，500亿台币，5年500亿计划。所以那个算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计划？超级大。但是even那么大的计划，你知道，就是在《造山者》那部电影里面演的，就是他们每个人也只每天的这个生活费18块美金，这18块是包含食衣住行保险哦。这样就不能去吃麦当劳了。对，就有讲到，就是说他看到麦当劳，他知道那个吃不起。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哇，国家派我出去，一定是得坐头等舱的啊。对啊，我们现在其实都让体育选手坐头等舱嘛，所以那时候待遇是很不一样。那时候是很克难的过去。对了，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的就是美国其实有援助台湾，那多少钱呢？是每年1亿美金，拿个1/10出来蛮好的。没有问题，那就占了多少的 GDP 了？而且赌的蛮大的嘞。总共过去的人只有几个？总共过去的人只有19个，只有1年。那19人现在也都是台湾半导体界响叮当的人物，都是总字辈的。对，全部都是什么？不是总经理就是副总。就是你所有这种很大的公司的这种，包含了就是像是那个什么。联电董事长啊，联华电子啊，曹兴诚啊，对，曹兴诚啊，这些，然后薛明志啊，这些人，对他们都是那个时候过去的。对，我觉得可能是拍片要求，所以那时候他们一直强调一个字，就是院长就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口号要强调那个决心，那个要成功的决心。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些老人家。他就在那边讲这种往事，边在那边哭流泪。对，因为可能真的很辛苦。那个压力很大啊，那压力很大，因为你想想看哦，授权费是1000万美金，那个是19个人去学，对，19个人去学，然后你学回来，你要给我开一间。对，他们每一个人去都是拼命抄，拼命抄，然后就是他说那个时候那个 RCA 的那个人都跟他讲说：“你影印机也用太多了吧？也印太多了吧？就拼命印，对，就是一定得把东西全部学回来，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部一定要学回台湾，然后让它可以 run 起来。对，其实可以想象他们压力到底有多大，因为他们就是肩负着这个国家给他们的重任。但是真的就天文数字啊，就有点像说，是不是像如果说你拿到一个计划，他跟你说我要发展出台湾的大语言模型，对，哇，100亿，好，对，开始去吧。但是我吃麦当劳，你还说用手抄嘞，所以压力其实是真的蛮大的，而且那时候的生活水平没有像我们现在来的那么好跟方便。对，因为其实我在去看电影里面，我也蛮惊讶的。他说，其实美国那些人知识水准没有那么高。虽然说是什么美国无线电RCA，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高科技，对，但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就是工人在教他们，就操作员，对，工人在教他们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好，反正就是尽量学嘛，然后他很认真的去学了1年多之后就回来了。1977年底他们学成归国，然后在这个新竹就做了第一间的实验性工厂，就隶属于这个工研院的实验性工厂。他们的第一个产品就是跟这个 RCA 一样
做电子表。那时候电子表很流行啊，结果这电子表一做，竟然比 RCA 的良率还高，所以抄还是有用的嘛。所以他们就很有信心啦。因为我们不只是抄嘛，我们是超越，我们比老师还厉害。对 ，Steve Jobs 讲了，我们不是抄，我们是好的艺术家。不抄袭，不，好的艺术家是用抄的，对，反正就是超越啦。叫你模仿我是叫你模仿，不是叫你超越，就他们超越了。对，反正超越之后呢，就是台湾就一跃变成全球第3大的电子表出口国。这个带给大家蛮多的信心的，因为当时那批人去就觉得说，哇，好像真的行得通哦。就是我有带回东西来了。对，但是你想想，你也觉得蛮荒谬的。怎么这样子那么简单的学回来？你怎么不说那时候怎么日本也可以去美国学，台湾也可以去美国学？对啦，日本也做的蛮好的。对啊，怎么都可以。对，因为我们台湾做的还是比日本在更低一阶。因为你看日本已经做到低润了。然后我们还在做电子表。但你随随便便一间公司很像都可以。你要来学，好啊，来啊。其实没有，应该是说美国他们其实也不会把真的高端的技术。真的给你，就是真的给你，就是它其实就是给你低端的，就是武器啊，什么良率高的那个，大概都维持在他们的武器就是国防产业了。对啊，所以19个人学回来，第一批成功就是做出电子表，对电子表应用类型的，然后先一炮而红，电子表一炮而红之后呢，他们就很有信心，就成立了联电。我们现在知道的联电、联华电子，那这也是台湾的第一间芯片。真正意义上面的晶片公司，对，那其实联电一开始也是做电子表，对，没错。原来呀，那接下来就到了1980年代，OK，1980年代呢，开始就是所谓的美日晶片战争，也可以说是第一次晶片战争，因为美国跟苏联那个晶片战争应该不算晶片战争，还没有到晶片，对，它还不到，那个只是比炸弹谁多而已嘛。对，所以80年代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有一次，美国就发现，事情不对劲。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它的市占率已经到70%了。对，很高嘞。对，因为日本不只是在那边做你的利润而已。日本大力发展什么消费电子产品？对，消费性的电子产品。你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小时候所有精密的、进步的。关电子有关的玩具，全部都是日本做的 ，Made in Japan。对。就是包含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来，大家觉得日本的是最好的。对，随身听啊 ，Sony 的随身听啊，然后游戏机啊，对，全部都是用日本的晶片去制造出来的。然后美国就发现，哇，看没有，他就只有在做个人电脑，就慢慢的失去那个市占率，所以美国人就吓到。美国人就觉得说不行，这个日本我要把它除掉。但是除掉日本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啦。怎么除哦？它其实中间用了很多的手段，例如说用了一些贸易战啊，或者说是这种不平等条约啊。它其实美国好可怜哦，美国都干过。但是其实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除掉日本的这个晶片产业。其实跟现代美国对中国其实是很像。其实我觉得历史都是重演。对，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日本它已经发展出这一套技术了。你想想看，它连 CPU 都做出来了，为什么 CPU 就是那个嘛，游戏机里面那个就是 CPU 嘛。你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没有办法去除日本。那个时候他们是用了一个方法来去除掉日本。就是大力扶持三星，Korea， 对，大力扶持那时候的南韩，还有台湾就是更低阶的，对，就是当时的我们现在的竹科了。对，当时他就美国就再把这个南韩跟这个台湾扶植起来，把它扶植起来，然后让我们三个国家去亚洲三个国家，你自己去打沙卡都，对，我让你自己去竞争，就是这样子，让日本的市占率开始往下掉。我们从未来人的视角来看，第一润也被三星吃走了。当年台湾的第一润其实也是良率非常高，然后品质也非常好的一个出口的地区啦，就是慢慢的发展到现在嘛。现在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了。OK， 那现在台湾等于说是就没有低润了。没错。那世界半导体其实就是几乎都是在做一些三星，对，现在只剩三星有在做低润了。OK， 所以美国就开启了这一枪，让
南韩还有台湾扶植起来之后对，来对抗日本削弱日本的。削弱日本的领先优势。你看他这50年很可怜，你被投了原子弹，然后你现在又要好不容易再打我，好不容易站起来了，结果你又把我打下去。好可恶哦！对啊，嘿啊，日本一直被美国打假。哎呀，对不对？就这50年一直被美国欺负。对啊，的确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回到就是台湾这边，因为台湾这边那时候发生一件大事，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出现了，谁？张忠谋哦，对 ，Morris 哥，Morris 就出现了。哎，那个电影里面有演 Morris 年轻的时候很帅，很凶啊，他以前脾气不好。对，然后就是他很像安西教练，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满头白发了，他是很有霸气的。 4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满头白发了。他那个脸，我觉得那个面相，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你看到他是会怕的那种。对对对，他的那个霸气太强了。对，自带威严。但是我是觉得他是算很帅。虽然长得很帅，对，那个时候他其实就是什么？他其实就在德州仪器已经干了好几年的，对，这个技术长嘛，技术长，哎，不是，好像是管理阶层，但是因为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其实是德州仪器的 CEO，对啊，他想要往上爬嘛，对。那个在张忠谋传里面都有写，或晶片战争里面都有写。对，张忠谋他出生在中国上海，然后他出生出生在中国，但是他几乎就是在美国长大。他们都是小时候那一批在上海长大之后，然后因为一些历史故事的关系，他们移到香港，然后又移到美国。对，对，他在香港经历过求学阶段，然后后来去美国。对，他的母语应该比较算是英语。英语啊，因为他也是10几岁就去那嘛。对啊，其实就跟黄仁勋这都一样，都是10几岁去那里。就是属于要英语都讲得比国语好。对，但是他那时候。为什么会被找回来？其实就是因为他去德州仪器的时候，他在做了一个提案，他说我们要做代工产业。美国人怎么会做代工？我们要来做晶片代工，那个是他的愿景。他看到什么？他看到未来很多的公司，他没有办法自己做晶片厂，但他有很先进的技术，所以他会想要一个合作伙伴，就是做代工。而且那个时候他就看到这点，那所以那个时候他去德州仪器，因为就没有办法。提案就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他就升不上去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华人可能不太适合当德州仪器的董事长，可能在那个年代啦，不管对，有可能，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样的确是很正常的，对，的确是很正常。但是代工这件事情，应该是说那时候他们都已经开始把不想做的往外包了，怎么可能还会去接人家代工？一定是他美国人一定想做品牌的，对啊，而且那个时代会自己 own 一个那种晶圆厂的，他大概都是从头到尾做完，所以他们自己在生产晶片，自己做自己卖，他们哪有那种代工晶片这件事情？张忠谋也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德州仪器就得不到晋升，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台湾这边邀约。他就来到了这个中研院担任院长的一个职务。当了院长当几年之后呢，那时候我们是说美国大力扶持台湾的芯片产业嘛，于是这个 Morris 他就把之前那份尘封已久的计划再拿出来给这个台湾的行政院，就是说要不然我们来做芯片代工。那于是我们这边就答应了，因为台湾就是在这个代工很有名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就如愿以偿，就开了台湾积体电路公司这间公司。那个时候最大的股东是台湾的官股跟什么？跟飞利浦，应该就是中研院吧？工研院，不是哦，是国家的基金哦，国发会，那时候现在的国发会啦，对，现在的国发会，反正就是官股是其实目前还是台积电最大的投资者嘛？没有，官股已经不是了，现在是外商。对，就是他官股卖掉好一阵子，然后那时候就成立的台积电嘛，然后由张忠谋出任董事长。对，张忠谋出任董事长，他那个时候其实在计划书里面他就写，这其实是一个赌博，又是赌博，因为你做晶圆厂真的是很花钱啊，它需要有研发成本，很重的研发成本，对，很重的研发成本，然后你的利润率其实不高。对，尤其是台湾还没有取得技术的领先的时候，你其实就只能够去跟那些什么韩国那些厂商去拼什么？去拼价格。去拼价格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拼良率。对，你的良率越好，
你的损失越少，越少你就可以赚到越多的钱。你能卖的东西出去越多，对你能赚到越多钱。所以晶片这个行业是赢者全拿的一个行业，就是你只有你的技术是人家做不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像现在台积电这样子拿个40-50%的这个利润率，要不然你就是可能去拿个几%的这个毛利。就你是对以价竞争，还是说你是有技术优势？对对对对，但是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反正就是被他弄起来了。那弄起来之后，可能跟美国的因素也有关系啦，因为他扶植这个台湾的晶片产业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也就有一些人就真的就是他就是在美国待一待，他就回来跟台积电一起打拼，像是我们之前知道的像林本坚啊，然后像是这个蒋尚义啊。蒋尚义，他们那个时候其实都是在美国很好的工作，然后他其实就回来，尤其是林本坚，他是什么？他是做这个光学技术的，我那时候就是推了一个叫做浸润式的光科技术。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所有的技术，我们台湾没有自主研发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是这边买一下，那边买一下，这边授权一下，那边授权一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张忠谋看到林本坚，他那时候在 IBM 的时候，他就要推他说的这个浸润式光刻技术，结果被否决了。于是张忠谋觉得这个技术不错，他就林本坚找过来，然后也就是促成了后来我们真的制程领先，其实是靠这个浸润式光刻的这个技术。在这边，他其实就大家诉说台积电的故事，它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它其实都是什么？它其实都在苦苦挣扎，去争那些良率跟那些就很微薄的那种利润。那只是怎么翻转的？它其实就是靠一个，我不再跟随美国人的技术，我要自创自己的赛道，对，我自己开创自己的技术。所以现在所有的先进制程的技术全部都是台积电先开发的。时间很快的就到了90年代，那当然就是我刚说的那些东西，到那时候都还没有发生。那个时候台积电都是一个代工的角色。那到了90年代呢，就是晶圆代工的商业模式就已经变成一种显学了。也有很多厂商在做，包含联电那时候也开始下来做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一批新的厂商就出来了，就是这种没有自己做晶片的厂商，没有晶圆厂厂商，像是什么？像是我们现在知道最著名的 NVIDIA， 就是他只做设计，对，然后交由代工厂去生产制造，对。要台积电他们先有台积电他们这基础建设之后，这些厂商这些公司才长得出来。这也是张忠谋在说他早期创业看中的一个市场，就是未来每一间公司他想要生产自己的产品，不可能都去盖一个晶圆厂，对，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对，那个技术门槛太多了，因为他就专注做设计就好，对，你就好好设计，我帮你生产，然后。NVIDIA 高通呢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看像这两家都是现在全世界产值数一数二的晶片公司，对，都比台积电还更大。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这个代工的模式就已经确立了，台积电也变成了就是晶圆代工就是非常著名的品牌。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大竞争者三星，但是三星呢，他自己也做很多东西，所以很多厂商他其实是不会优先考虑三星的。因为他怕三星拿他的设计图之后就自己做，对，就把他的设计融入到三星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2000年很有，2000年前后很有名的，就是三星做一做就变他的了。对，那这个时候呢，日本也是处于一个衰弱的状态了啦。因为那时候已经变成从70% 变成我说低润市占率变成20%，已经被三星反超了。然后美国的奔腾处理器也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真的高端的东西是美国人做，那台湾就是台湾跟韩国就是代工，然后韩国可能还要做一点品牌，然后东南亚一些国家，其实一开始美国他们来去找代工厂商的时候，香港也有在做，是哦，有这一段，香港算是对，香港也算是便宜好用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办法做。对啊，我也想说，我听到香港我也觉得有点惊讶，但是也有，然后反正现在就变成只是剩下在台面上的就只剩下台、美、日、韩，日本可能就是已经接近出局了。这个时间点是90年代，对，台、美、韩可能这剩下这3个国家在芯片上面还有点竞争力，这样。OK， 这之中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技术又产生出来，
讲到就是前阵子在这个资本市场非常流行的 EDA， 极紫外光刻机。极紫外光刻机，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篇幅来叙述光刻机到底是多进步。我们刚刚说我们台积电的大股东有一个是飞利浦，其实有一间公司它最大的持股的股东也是飞利浦，就是艾斯摩尔。艾斯摩尔就是做台积电在生产晶片的光刻机的公司，对，它是一间荷兰的光刻机制造商。飞利浦是荷兰公司，就是生产晶片的。对，生产晶片的设备的制造商，它里面用很多篇幅来讲说，为什么光刻机很难做，为什么我们在去就是制裁中国的时候，光刻机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里面就有几点，我就觉得哇，真的非常的厉害。你们知道，在光刻机里面啊，我只要讲一点就好了，这点就让我超级惊讶。就如果说你把光刻机里面的这个镜片，因为光刻机里面镜片要求超级高，要求是可能要比那个什么，可能要比我们上太空的那个望远镜的精度还要高。他就说，假设你把里面的晶片的大小放到跟整个德国一样大的时候，把整体放到跟整个德国一样大的时候，它的起伏只有 0.1 mm。0.1 毫米，你把它放到像德国一样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德国这片土地这么大的土地，它最高跟最低的误差只有 0.1 毫米，0.1毫米的那个差距，对，有很可怕，很可怕。因为那么大的一个镜片，你就知道说那个东西的技术有多强。那就是蔡司 EDA 里面的30万个零件，来自于差不多2000多家供应商，全部都是这种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要复制光刻机几乎不可能，它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工程学问题。它不只是牵扯到很多技术，例如说你蔡司怎么把镜片磨到这么平的，然后或者说是你可能要去产生这个 EDA 就极紫外光的这种设备，其实世界上也没有，可能有只有2-3家厂商可以做。所以这样子做组合起来才有办法去组成一台极紫外光刻机，然后才有办法生产。对，才有办法生产最先进的晶片。所以你光是看这些东西，你就会知道说，哇，看晶片设计真的不是什么，我有很多钱，然后我有很多资源，连设备光一个还没有生产这个设备就已经够难了。对，你光生产设备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工程问题。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故事就进入到2000年那个时候开始 ，iPhone 正式进入21世纪了。对 ，iPhone 也跑出来了，不只是电脑而已，我们可能会需要很多的什么行动装置。对。那这个时候呢，更明显了，三星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消费电子大厂。对，什么笔电啊，它的 PC 啊，手机啊，后面到手机啊，平板啊，对，它几乎什么都做。那也因为几乎什么都做的特性呢，就是它做晶圆代工也就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这个时候呢，中国就出现了。就是我们意识到有一个新的危机，就是中国。对，因为中国想要走台积电的模式。所以在2000年左右呢，中国就是去请了张汝京。张汝京那时候是工研院的人，然后他后来也就到了就是美国半导体厂，也是工作。所以他的经历其实跟张忠谋很像，都是那个时候。据说中国为了要请张汝京过去，就是去帮他们盖晶圆厂，就是生产先进制程的晶片。他还盖了一座教堂给他，专门给他祷告。因为中国的教堂不多。总之呢，就是张汝京就为了大力挖角他，那我连你的宗教信仰我都包了啦。但是因为张汝京他其实很知道很多中研院这边的技术啦，所以后来有一些官司什么的，就是这样来的。对，然后但是呢，他也去那边创造了就是中芯国际，在还没有被这个制裁以前，这个是他等于说成功复制了台积电的这个模式，可以生产比较先进制程的晶片了。时间很快的就进入到这个金融风暴大概在2008年。对，那个时候呢，其实张忠谋其实已经退休了。他第一次退休，第一次退休，没错。但是为了要稳定这个市场，因为那个时候市场就没有信心嘛，所以相对来讲，对这种消费电子的东西啊，对台积电做这种东西，其实
其实也是股价掉了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张忠谋第一次的复出，再度的去接掌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兵符，这样子很快的就是度过了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呢，进入到2010年代。那个时候就什么？那时候就智慧型手机就大放异彩的时候，每一个人可能都有2只手机，然后大家都在说要做什么 App。对，那时候 iPhone 出来之后 ，App 满地开花。对，就是大家每天都在做很多 App，iOS、Android 的手机也对，然后手机的销量一年比一年高。对，HTC，然后这些大手机厂商对。都狂出的时代，对，就除了 iPhone 之外，其实安卓的发展也非常的蓬勃。对，那个时候呢，就是美国有意识到中国的这个技术好像有点太强哦，其实是从这个5G 的技术开始，因为中国开始它有办法去制造一些晶片，或者说是它有一些很先进的演算法，它可以去做一些5G 的技术。制程上面的优势，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是台积电，它其实就是已经领先各群雄了啦哈。它的技术领先群雄，包含是像是华为，在厂商都去找它代工，然后苹果也去找它代工。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就是大家在笑那个三星的电池会自燃？有一年我们也在笑说三星的苹果很热，因为苹果一开始它其实是找三星代工，对，就是有一批。苹果手机是三星有一批是三星的，有一批台积电版跟三星版，对，然后就网上面就很多人去比较台积电三星上面的型号，教大家看那个型号，哪一间是台积果？对，你这热苹果。对，那时候就大家就知道说，哎，我要用那个台积电版的芯片，晶片会比较不会过热，这样子。然后也就是那个时候，台积电可以说是正式领先，领先全球啦哈。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有了这个护国神山的这个名称。为什么？因为台湾理所当然它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高了。好，所以时间很快的，就是到了2020年代。好，就是近几年，因为可能最近就是发生了像是 COVID 疫情之后，就是全球的供应链。其实都被打乱了，因为出不了。对，没有，因为你没有办法出门嘛，你没有办法工作嘛，你做不了其他的零件嘛，对不对？然后你的工厂分布在世界上超多国家，好，例如说你晶片要台湾做，低阶的又是在中国的某一些厂商做，那你可能这个外壳的这个抛光组装，还是说你的这个萤幕，其实韩国做的一部手机里面的东西是好几个国家一起做的，那只要有一个环节它没有办法正常的没有办法上工，就会有问题。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真的要再把我的供应链放在全球吗？全球工厂，对，真的要做全球工厂这件事情吗？看起来如果再发生一次疫情，全球工厂就是会让你的整个生产链全部停摆。对，你说举个例子，就是像那时候的欧洲德国，他们基本上都是生产汽车嘛，对，然后汽车里面的这些电脑其实没有用那么高阶的晶片，对，但他们因为中国或者是台湾或日本、韩国的疫情的政策不太一样，那有些人上工，有些人没有上工，有些人被感染了，有些人没有被感染了，结果他在制造车子的流程就被迫停下来，因为晶片进不来。对，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反全球化的过程啦。好，就是因为发现全球化很脆弱，全球化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的话，就会到处都有问题。那所以在差不多2022年的时候，美国就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开始想要把晶片呢拿回来美国制造。拿回来做，然后欧洲也是，晶片法案也都开始在这几年冒出来，所以美国整整慢了50年，早叫你制造了哈。这个故事的末尾其实就是会结束在这边嘛，因为毕竟到近代了，对，就到这边了。然后其实电影上面讲到了一些事情，让我有一些感触。他就讲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赌注。你想想看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的晶片如果不是技术领先，你其实不会有这样的什么，你其实不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利润率，因为晶片要制造，它其实是有很多条件的，例如说你要用很多电，然后例如说你要你的工程师土地啊、电啊、人力啊，然后你的供应链可能从原物料进来，一直到后面的封装测试，其实是由上百间。或者是上千间公司一起合力完成的嘛？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很复杂的产业链。对，然后尤其是又牵扯到电的问题，电的问题就是资源的问题。然后还有水，因为它可能要洗、要降温，它要浪费很多电，要浪费很多水。对，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你不是有这么高的利润的话，那你做事情是不是那么有必要？你怎么可能做得起来？对啊，所以今天支撑台积电的完全是因为它是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点。假设有一天我们去设想台积电不是世界最先进的，那你还会觉得它是护国神山吗？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累赘。你懂我意思吗？虽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思考啦，那当然就是电影里面也有点到这些东西，就是他也不敢，他也没有明讲，但是他其实就是在思考这些问题。OK， 就是说它是护国神山，但我们的护国神山如果只是单一个神山，对，会风险来得大一点。对吗？那又加上这几年疫情的关系，各个国家都开始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美积电、德积电、日积电，对，好，现在都已经在就差一个硬积电而已，对吧？这些现在都已经在做了嘛。应该镀积电应该也快要有了吧？杜拜。镀积电有可能，对啊，镀积电有可能，对不对？对啊，就大家都想要把晶圆厂拉过去嘛，但是事实上那是一个很庞大的供应链，需要一起过去嘛。对，那如果全部都拉走了，那台湾的角度，就像莱恩你一开始讲的，如果以台湾自己本身的角度，那它还是护国神山吗？对啊，对啊。所以如果说失去了这个最先进的晶片，只能在台湾制造这件事情，那好像护国神山就不成立了。对，所以我们要积极成立，变成护国神山脉。对了，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可能除了先进制成的晶片之外，我们还要有一个领先世界的产业。对，比如说日本，除了我们刚才知道晶片以外，它的娱乐产业也很发达嘛。对嘛？其实我觉得日本它反而是有走出自己的路。为什么？因为它就把美国晶片弄回来之后，它自己的消费电子出来好几个品牌。对啊。对不对？然后像现在又有游戏的产业，对啊，游戏啊，这些其实都是动漫嘛，依附芯片一起生长的。最明显的就是游戏嘛，对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日本不会有这些所谓的 IP。对，他们等于说是已经把产业在做往下延伸，在延伸就是做进化了。对，所以我觉得，对啊，日本虽然说最后被打假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做到产业转型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单纯只有看得到的硬体技术，是连这种所谓的应用面的相关发展，他们其实都发展的不错。对，那台湾确实在近几年，从之前的，其实我们好像在之前几集也大概有讨论到，像黄仁勋也特别有提到说，台湾已经有错过了之前这个软体的发展，其实现在接下来这一波的 AI 就或许这个机会，对，这是个机会。对呀，那不要说只有我们 always 只靠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对了，因为它里面其实讲到嘛，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工程师有办法2点钟的时候赶回，我们可以上班8小时，但是待机 on call 22小时、16小时。但我觉得这也跟台湾比较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个性比较相关，我们比较勤奋啊。对了，然后比较负责嘛，对，我们比较负责，比较勤奋，然后会比较所谓的责任心吧。对，但是这个终究没有像日本，他直接去做一些产业转型的东西，他后面就发展的比较多样化一点。对了，他就有办法，就是用多元来替代说这个我们这种劳力密集的工作。对，所以看完之后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哇，原来以前有这么多人为这件事情努力，我们台湾才有现在的成果。这个的确是很得来不易。然后你说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会成功吗？其实也不可能。不可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绝对没有想到，那时候大家都只是想说我们就混口饭吃，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台湾会变成世界最先进的
晶片想不到的制造那可能地，连台湾的高速公路也只有一条啊，甚至应该可能也还没有啊。他们当时还觉得这样够了，对啊台湾的车辆不会这么多。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政府其实也并不是很看好晶片产业。对，我们其实也没有做过多的这个对晶片产业做，虽然说现在有了，应该是这几年越来越保护了，我觉得越来越重要了。对啊，但是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时候也没有觉得晶片那么重要。他们当时最初在找这个投资人的时候，其实甚至还找到我们之前，我应该说台湾现在非常有名的那个台塑集团前董事长。对，王永庆也觉得。他是卖米出身的，然后后来做塑化业，这个应该说当时不同产业，当时的很多企业家其实都看不懂这个东西到底要干嘛。对，应该这么说。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教企业界投资，他们也不愿意，然后遇到很多阻碍。但是终究是撑过来了。然后它现在是已经超越台湾本身的 GDP 了，台积电这间公司的营业额富可敌国，已经超越其他公司的 GDP 了。这电影名字取得很好，造山者，对啊，就从一间早餐店开始，从早餐店买起来，然后19个人莫名其妙出国，但没有吃到汉堡。哦，对，没有吃到麦当劳。然后后来又挖了很多，我觉得对台湾整个半导体产业很重要、出国深造的这一批人回来，对，然后奠定的整个现在可能从台北到新竹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虽然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止了啊，因为中科、南科，哇，哦，对啊，我觉得台湾都是台积电厂房。对，我觉得说不定就像你刚才后面讲的，他觉得造山可能有一点单一山有点风险大，对不对？说明过10年20年，他就出另外一部叫造麦者。对啊，你看，他整个西部已经疯狂建厂，对，而且就这5年哦。他那个厂全部都是晚上点灯，就是三班的人在那边盖的，在盖工厂的人是3班盖的。对啊，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听到，就是早一批，就不要说早一批了，在几年前，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人说，反正你只要半夜开车经过新竹，看到那个亮的那一段，就是台积电。对啊，对，都是亮的。所以最后莱恩，我还是问你，你那一天去看电影，你说你去看，然后一堆老人家。都是60岁左右的老人家哦，那他们那一批大概80岁左右，差不多。对哦，我原本要想说，你们那一天看电影是不是只有19个人？没有对到啊，就刚好是他们都来了这样。你刚好吃到了那个跟到了那个包场的那个。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啦，因为那个是一个台湾一段很重要的历史。尤其是跟芯片有关的历史，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每个被派出国家深造的人，都有这样的决心，都有这样的怎么讲责任感，哇，那时候我们台湾应该做什么产业做得起来？对，诈骗呢？对啊，还是有啦，还是很多啦。我觉得，对啊，我觉得我们的制造跟代工是真的比较强的。对啊，问题是。那个就是低利润，当然也开始有一些种子慢慢可能开枝散叶发芽嘛。比如说我们最强高中生Ray，你看已经前进美国。我觉得应该是要希望能够有第2座山，对，好，第2座山可以在台湾被建起来，就是趁着我们的优势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大的优势就是，所有的你做 AI 晶片都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啊，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办法再去让它衍生出第2个产业，是可以跟这个我们现在的护国神山可以匹敌的？那我们真的是无敌。好，一起加油努力，好，加油！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早山者。好，那这集就先这样子，拜拜，拜拜。